如果发现老板明显判断错了，甚至开始瞎指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瞬间，话呢已经到嘴边，但你还是硬生生的咽回去了，因为你心里很清楚这样做有问题，但你也很明白，如果呢现在说出来，问题可能解决了，但你这个人啊，很可能被记住了，当场指出，老板脸上挂不住，不说照着执行，真的翻车了，第一个被追责的往往就是你。很多职场人呢，不是能力不行，而是被卡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，知道问题在哪儿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这一期啊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真正决定你职场安全边界的问题。当老板犯错的时候，该怎么纠正，才能把风险呢按住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在碰到老板犯错的时候，往往别急着纠错，你要先判断一件事情，在考虑怎么说之前，你必须先判断一个前提：现在这件事情能不能被当场指出？有一个非常实用也非常残酷的判断标准，只要这件事情老板在公开场合拍过板，那这件事情就已经不是方案的问题了。那从那一刻被拍下开始，有3样东西：判断力、权威感以及我来负责的姿态。那这个时候你当正指出问题，哪怕是你说的完全正确，那在老板心里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你是不是在拆我的台？那很多人认为是自己说的不够委婉，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选错了纠错的时机。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开始焦虑了。那我不说，是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板带着项目往坑里走？其实不是的，真正成熟的职场做法不是闭嘴装死，而是把指出错误这件事情换一种不伤人的方式去完成。你不是去纠正老板，而是在帮他把这一次决策走得更加稳一点。那区别就在于你不再急着证明老板哪里做错了，而是你先想清楚，我现在做什么才能既不翻车又不制造对抗。这一步决定你后面是不是能成为能兜住底的人，还是容易出错的人。那我们直接说最实用的。那有一句话尽量不要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对。这句话的问题不在于内容，而是在于它会瞬间把讨论拿成你对我错这样的一个层面上。如果你可以换一种说法，比如在会后在私下，你可以这样开头：老板，您刚才提的那个方向其实我挺认同的，我在想如果在方案中能再把一个变量考虑进去，会不会让整体落地更稳一点？注意这个表达，你没有否定判断，也没有来抢主导权，只是顺着原来的方向往前多推了一步。很多所谓的优雅纠错不是说话术有多复杂，而是你有没有让对方感觉到你这一次是一个补充，而不是对他方案或者结论的推翻。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但决定成败的细节，纠错失败不是败在逻辑，而是败在3个字上。我觉得这3个字在老板那儿等于在和他比判断力。那你跟老板谁个名字？如果说你能把表述换成客户最近的真实反馈、竞品刚发生的变化、数据上的异常波动、外部环境的调整信号，从这些口径出发的话整个事情性质就变了。老板这个事儿做调整不是被你说服的，而是形势变了，他是顺势来调整。你是在给他一个不需要和任何人正面冲突的楼梯和台阶。你通过这种方式兜住几次风险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并不张扬但非常重要的变化。将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，不再是事情定完之后才让你知道，而是在拍板之前，材料会先放到你这儿过一遍，有一些不确定的事儿也开始被交到你的手里，不只留给你做简单的执行。那这个时候你的角色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那你不再是把事情干完，而是在帮决策提前来避雷。那在职场里真正被信任的人往往不是最能表达观点的那个人，而是最少让人翻车的那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当我们发现老板犯错的时候，真正稳妥的纠错方式不是硬杠，也不是装聋作哑，而是3件事情：第一，先判断时机，公开拍板之后就别当场拆台；第二，行为上换路径，把纠错变成让方案更落地的方式；那第三表达上借助外力，少和老板比判断力，多用外部的变化和理由以及词汇。那记住一句话，你不是在纠正老板，而是你在帮他把决策方案做得更加落地、更加安全、更加有成效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聊一个更现实也更关键的话题：你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干活的人走进老板真正信任的圈子里？我是老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